末世来临，当所有人都在抢水抢食物时，我却去捡没人要的黄金。众人都在笑我不聪明，他们却不知道，这就是我在末世活下去的关键。就在不久之前，我意外杀掉一只丧尸，吃掉掉落的金河后，竟然觉醒了空间异能。随后我便发现，只要我一睡着，就会穿越到另一个完全正常的平行世界，并且能从空间里取出捡来的黄金。我站在空无一人的街头，脚边散落着好几枚亮闪闪的金戒指，指尖捏着刚从珠宝店柜台里摸出来的金条，掌心传来冰凉又诚实的触感。这居然是真的，我真的连接了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自己。我攥着金条一路跑回临时藏身的出租屋，锁好门，拉上所有窗帘，才敢把藏在空间里的箱子拖出来。箱子里面除了30根金条，还有一对收藏级别的帝王绿翡翠，价值可能超过1个亿啊！发财了！只要想办法让末世位面逼我活下去。黄金、翡翠、宝石，这种无人问津的东西不是随便捡的。我赚钱了，脑子里正盘算着这些金子该怎么花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屏幕上跳动着赵哥2个字。喂，赵哥。小李，最近这几年楼市一直处于下行趋势，你那个房子我不租了，我打算出手卖掉。赵哥，这房子我住了3年，都快当成自己家了，搬走还有点不适应。您看，要不直接把房子卖给我啊？我急着用钱，如果你能在半个月之内全款支付，我可以260万卖给你。我握着手机差点笑出声，260万买这套市中心的2居室，简直是捡漏。好，明天上午10点，咱们就去过户。挂了电话，我二话不说，拿起金条就准备去换钱。我揣着一根500克的金条，找了家看起来不起眼的黄金回收店，掀开门帘就走了进去。老板，回收黄金吗？闹呢，黄金回收店能不收黄金吗？那老板你看看这个500克的大黄鱼啊，嘿嘿嘿，99成稀罕物啊，老弟，按现在行价1100一颗收怎么样？老板戴着老花镜，把金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眼睛都亮了。好，就按这个价吧，未免引人注意。我分批在不同店铺出手了金条，总计到手1600多万元。我把银行卡塞进贴身的口袋，指尖还能感受到卡片的温度。1600万，搁末世前我得打几辈子工才能赚这么多。现在有钱了，接下来得给末世位面的自己弄点保命的东西。我可不想哪天睡一觉醒来，发现末世的自己已经被丧尸啃成了宝。随即我来到特殊市场，买了一些生存武器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将其收入空间。随后又去了一趟大型商超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采购，里面粮油、压缩饼干、矿泉水、常用药品，大概以为我是个囤货品。忙完一切，已是晚上8点多，疲惫的我倒头就睡。而在我意识沉入梦乡的同一刻，末世世界的我睁开了眼睛。出租屋的窗帘拉得死死的，只有一缕微弱的光线从缝隙里透进来，空气里还残留着消毒水的味道。看来我和平行位面的自己不能同时清醒，等同于一个思维意识轮换支配2具身体。我摸了摸下巴，心里有点发紧。如果这边的我沉睡时有丧尸入侵了，那可就危险了。看来得找个更加安全的地方才行。随后我从空间取出物资，美美的饱餐了一顿。好久没吃这么饱了。我啃着卤鸡腿，满嘴流油，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气。现在体力充沛，要不出去找找落单的丧尸？如果能找到金河，也许空间可以变得更大。我握着刚买来的开山刀，轻手轻脚的出了门。这栋楼我之前只清理了下面的几层，上面还没去过。我从20层开始，小心翼翼向上清理，直到29层，收获了不少遗落的财物。可惜没有遇到任何丧尸。难道我这一栋的人都逃走了？没有人变成丧尸。我靠在29层的楼梯口歇了口气，手里的塑料袋已经装了小半袋金首饰。扫完这一层，要是再没有，就只能去外面试试看了。我继续扫楼，直到打开了3001号门。一股腐臭味瞬间扑面而来，3只青灰色的丧尸嘶吼着朝我扑了过来。金河强化后的身体反应极快，我一刀劈出，第1只丧尸就解决了，而剩下2只丧尸由于受到了门户狭窄的位置的阻挡，根本无法一拥而上，直接被我2下了结。我靠在门框上喘着粗气，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了。虽然身体素质提升了一大截，可这一次要是没有开山刀，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。看来以后尽量不与丧尸缠斗，争取做到一击必杀。我一边复盘，一边在丧尸体内寻找金河。只是这3只丧尸只有一个拥有金河，看来不是所有变异体脑子里都有金河啊。或许要进化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。我把金河攥在手里，冰凉的触感顺着掌心传上来，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，越多越好。随后我回到了自己的住所，我并没有将这颗金河留给都市位面的我，而是选择自己服用。都市位面的我没有生命危险，而末世里危险重重，我需要先提升实力，确保生存。我把金河塞进嘴里，一股滚烫的感觉瞬间从喉咙窜到了4肢百骸，刹那间我变得全身通红，浑身上下都仿佛撕裂一般疼痛。我能清晰感受到全身的肌肉细胞正在快速分裂，应该是在金河的影响下，身体开始进化。我咬着牙硬扛着，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的往下掉。我感觉自己现在有使不完的精力，就连脑海中那个空间都扩大到了2立方米了。我正活动着筋骨，门外突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，是丧尸还是人类幸存者？有人吗？你是谁？我叫顾思思，我听到了你消灭丧尸的动静，觉得你应该也有能力搜寻到物资。我已经3天没有吃过东西了，你能给我一点吃的吗？我透过猫眼往外看，门口站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，小脸瘦得只剩巴掌大，眼眶红红的，看起来弱不禁风。顾思思在末世爆发前，她好像是南都大学的校花，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。不过末世降临，不管你曾经是多么高贵的身份，现在也不会有人高看你一眼。我靠在门上，语气平淡。
我凭什么给你吃的？真的有吃的对不对？只要你能让我吃饱，我可以拿东西和你交换。我挑了挑眉，开了门。进来吧。当顾思思走进房间，看到桌子上的食物，嘴角流出了不争气的泪水。哇塞，真的有吃的，虽然不多，但是应该够吃几天的了。他的目光落在我脖子上的蓝宝石项链上，眼睛亮了亮。你脖子上的项链不错，可以换2天的伙食。有人想用3.5亿的蓝宝石换你1碗猪脚饭，你换不换？你看我像大冤种吧？不换亏妈了。这可是丧尸爆发的末世，这些破石头加起来还没1桶泡面的调料包值钱。顾思思的脸瞬间白了，她攥着脖子上的项链，声音都带着哭腔。这可是浩宇之蓝，真的不能多换点食物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有什么用？就2桶泡面换不换？我真的很饿，求求你了。哎，我再送你1瓶水，换就换，不换就走。顾思思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爽快。我都做好最坏的准备了，没想到他只要项链，难道我已经没吸引力了吗？顾思思果断取下了浩宇之蓝，和我交换了2桶泡面。真是个傻小子，末世里宝石有啥用？我拿着项链掂了掂，心里乐开了花。如果我没有看错，这应该是顶级蓝钻，至少值3个小目标。顾思思虽然很漂亮，但在我强大前，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我把蓝钻小心翼翼地收进空间，倒头就睡。当她再次睁开眼，早上9点，时间刚刚好，手机铃声响了，是赵哥打过来的。赵哥，钱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随时可以去过户。好，我马上到你楼下，咱直接去房管局。我下楼的时候，赵哥已经在楼下等着了，他手里拿着个翡翠手镯，正在把玩。赵哥，你也玩翡翠啊？嗨，我就是做这个生意的，要不是最近运气背，连续切垮好几块高价原石，导致流动资金枯竭，我也不至于去卖房了。我心里一动，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只帝王绿翡翠手镯。巧了，我这正好有只成品手镯想出手，赵哥给看看。要是2、3千的普通货就算了，如果是重水比较好的，倒是可以看一看。赵大海不以为意地接过手镯，却在入手的一刹那如遭雷击，一阵冰凉的触感。这温润细腻的材质，这绿色简直绝了！以我在玉石界混了30多年的经验来看，这是市面上非常稀有的帝王绿翡翠，保守估计价值应该在8000万以上。老弟，这镯子你真要卖？是的，一口价8000万，你如果愿意出的话，我就以这个价格卖给你。说实话，8000万的现金，我短时间内恐怕付不出来。我现在有2个方案，一是放我店里代卖，我抽成10%；二是我用一套别墅加一套江景大平层抵给你，市值也差不多8000万，你考虑一下。我看着赵大海，突然有点好奇。赵哥方案不急，我倒是很好奇，你到底有多少套房子啊？也不多，就50多套吧。50多套还不多？赵哥这波属实给你装到了，我差点惊掉下巴。50多套房子，这哥以前得是多大的富豪啊！哎，小李，说多了都是眼泪，别人都以为我很风光，其实我是负债累累。当初迷上了炒房，高位接盘，现在每个月光还利息就需要上百万，而且这些房子现在都不是资产，全是负债。现在谁要是帮我把贷款还了，我免费把房子送给他都行。我眼睛一亮。赵哥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的。小孩子才做选择题。那行，不用选了，你说的这2个方案我全都要。李老弟仅一只帝王绿翡翠手镯，还接不了我的盘。如果是2只呢？这你居然有2只？我慢悠悠地把另一只手镯也掏了出来。赵哥，你的50套房子，我这2只手镯够接盘吗？应该还差一点点。我又把那颗顶级蓝钻项链掏了出来。如果再加上这副项链呢？这是海蓝之星吗？不对，这比2年前拍出3.7亿的海蓝之星还要更大一些，品质也更高。李老弟，这3件宝贝你都要出手吗？就按照之前说的，一只手镯用来换房，另外一只手镯和项链就通过你的渠道进行售卖吧。赵大海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这小子不会一直跟我玩扮猪吃老虎吧？李老弟，那咱们现在就去过户。耗了整整1个礼拜，50多套房产的过户手续终于办完了。与此同时，那2副帝王绿翡翠手镯和蓝宝石项链总共卖了5.6亿，我到手2.8亿，外加50套房子。我看着手机里的银行余额短信，还有手里厚厚一摞房产证，差点笑出声。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。而末世的我在大量食物的供给之下，疯狂锻炼自己，身体各项指标都在大幅度增强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纷纷扬扬飘下来的雪，眉头皱了起来。哎，雪越下越大了。幸存者的日子恐怕更难了。感叹完，我便从空间取出酒精锅，倒入矿泉水和火锅底料，再拿出羊肉卷、牛肉卷、水晶嫩牛肉、脆皮火腿肠、鱼丸、虾滑、白菜、金针菇、香菇、牛肉丸子、土豆片、山药片、藕片、酸奶、可乐、啤酒，开始涮火锅，爽，这才是生活。我吃得满头大汗，浑身暖烘烘的，吃饱喝足，提起开山刀就下楼了。很快就遇到了一只落单的丧尸，我只出一刀，你若能赢，金盒归我。运气不错，第1只丧尸就有金盒。然而好运没有持续，他一路清理，从第2只、第3只，直到第30只，刀口卷刃，也只收获了5枚金盒。我正蹲在路边擦刀，前面突然走过来5个人，把我围在了中间。兄弟身手不错。末世降临，所有人见到丧尸都立即逃命，只有我热烈欢迎，甚至希望来的越多越好，只因为我能从丧尸体内提取金盒，从而强化自己的身体。靠着这个秘密，我默默变强。没想到的是，我刚舔完包，就被5人拦住了去路。别紧张，我们不是掠夺者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张强，是一名2级力量进化者。戴墨镜的兄弟叫老鹰，枪法特别厉害。染红毛的小子叫红毛，是一名1级火系异能进化者。剩下的这2位美女
左边的叫周小倩，是一名水系1级异能者，另一位叫暗影，和我一样是一名2级进化者。你也知道，咱们进化者晋级需要摄入大量食物，只有强者抱团取暖，才能更好的晋级和搜寻食物。你有兴趣加入我的团队吗？我盯着几人的脸，心里飞速盘算，看来这个末日比想象中还要更加危险，居然还有其他人也觉醒了异能。看着几人的架势，如果我不同意，恐怕不一定能安全离开。咱们团队有水系1级异能者，只要你加入，以后干净的水源你随便使用，而且咱们团队一起行动，还能获得更多的物资。我眼睛一转，立刻换上了一副感激涕零的表情。大哥小弟终于找到组织了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活到现在，到底都经历了什么？每天都吃不饱穿不暖，我感觉自己活的就像是一头行尸走肉。如今我终于苦尽甘来，遇到了你们，无漂泊半生，强哥若是不弃，无愿拜为义父。拜为义父就不必了，在这末日世界，连咱们这样的进化者团队都不一定能保证每天吃饱，你一个人自然更加艰难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既然加入了我的团队，至少也能让你吃个半饱。张强说完这番话，直接从背包里面拿出了半截火腿肠。我看着那半截还带着牙印的火腿肠，差点没忍住翻个白眼。只有小半截，这明显是被人咬过的好不好？你就准备拿这个来收买我？我接过半截火腿肠，露出一脸感激涕零的表情，随后转手就将半截火腿肠递给了暗影。暗影大佬，小弟无功不受禄，这半截火腿肠就先给您吃吧。我才刚刚加入，怎么能享用如此珍贵的美食？暗影冷哼了一声，接过火腿肠，小心翼翼地藏进了口袋。哼，你小子倒是挺上道。若日后你遇到危险，我可以出手救你一次。行了，咱们开始分头搜寻物资吧。2个小时后重新在这里集合。还是老规矩，搜寻到的物资30%上交团队，剩下的可自由在团队内部交换。张强分配好任务，其他人直接就开始行动了。而我对于搜寻物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慢悠悠地在街上晃着，没过多久就看到了一家破败的金店，大门已经被砸烂了，里面的柜台东倒西歪。末世只有食物和水才是最珍贵的，黄金丢在地上都没人捡。我走进去，把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黄金首饰一点点的收集起来，随随便便的就捡了不下200件。这里还有个保险柜，我用暴力将其撬开，里面居然足足存放着50根金条，每根金条标注了1000克，这里的金条估计值2000多万了，哈哈哈，血赚一笔。我把金条全都收进空间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回去集合了。2个小时后，众人回到了集合点。这一次我们没有找到任何食物，只是干掉了20头丧尸，总共收获6枚金核。我跟鹰眼一人上交1枚，我杀了30头丧尸，收获5枚丧尸金核，并且还找到了1包泡面。张强点了点头，看向暗影，不愧是2级进化者，一人单独行动，2个小时就能有这样的收获，实力不俗。我和周小倩杀了50头丧尸，总共收获10枚丧尸金核，并且找到了1包瓜子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，我没收集到丧尸金核，但是刚刚我路过金店，心血来潮之下就敲开了他们金店的保险箱。我本来以为金店的保险箱装的应该都是黄金，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他们金店的保险箱里装的居然全是食物。我也不知道是哪个老六竟然这么狗，把食物藏进金店保险箱里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拉开了他的双肩包，只见包里面装的全是食物，光是火腿肠竟然就有足足30根，还有6桶泡面。更加让人激动的是，里面居然还有1包5公斤的大米，太坑了，实在是太坑了！我怎么没想到，居然会有人把食材藏进金店保险箱里？红毛急得直跺脚，眼睛都快粘在我背包里的火腿肠上了。李凡，按照规矩，你获得的食材有30%需要上交团队，另外的70%食材，你看看有没有想要兑换的东西。我挠了挠头，摆出一副好奇的样子。我能用食材兑换丧尸金核吗？不知道需要多少食材才能兑换1枚丧尸金核？2桶泡面就能兑换1枚丧尸金核，3根火腿肠也能兑换1枚，大米1公斤兑换1枚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在心里翻了个大大的白眼，这张队心也太黑了。如果是我们，1桶泡面也能换1枚啊！我脸上却装出一副捡到宝的惊喜表情，把背包递上一副，这么划算的吗？那我全换了队长，您看看我到底能换多少枚金核？张强明显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居然这么爽快。李凡，我看你是新加入的，也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今天咱们收获的所有丧尸金核就全给你了，总共21枚，你收好。谢谢队长。我把金核揣进兜里，泡面加火腿。周小倩，你来准备水，顺便找个锅回来。红毛，你来准备烧水煮饭。红毛嗷了一嗓子就窜了出去，生怕晚了1秒我反悔。接下来进化者团队直接找了个别墅，开始生火做饭。我找了个没人的房间，反锁上门，掏出金核就往嘴里塞，滚烫的感觉再次席卷全身，随后是剧烈的饥饿感。幸好早有准备，我从空间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面包、火腿、压缩饼干，疯狂往嘴里塞，如此循环往复，空间中准备的食物直接被我吃了个精光。看来服用丧尸金核药搭配好足够的食材才行，不然很容易就把自己给饿着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脑海轰隆一声，手心竟凭空凝聚出了一道无形的空间之刃。去！我下意识挥手，空间之刃朝着窗外飞了出去。好饿啊！什么人？这棵大树咱们进来的时候是好的吧？刚刚竟然被人切成了2半，这要是切在咱们的脖子上，怕是瞬间就可以领盒饭了吧？外面传来几人惊慌的议论声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装作虚弱的样子靠在墙上，切口平整，不像是普通刀具或异能，有可能是3级异能者，或者是掌控了空间异能的2级进化者。无论是哪一种，
都说明附近已经出现了比我们更强的存在。这样的大佬这么做，到底是意欲何为呢？难道是向咱们示威吗？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？以对方的实力，如果要对付我们，咱们团队6人恐怕一个都跑不掉。对方应该没什么恶意，也许只是警告一下。李凡人呢？我听见张强在喊我，立刻扶着墙晃悠悠地走了出去，两腿一软，差点摔在地上。队长这小子服用了丧尸晶核，又没给自己留一点食物，结果硬生生把自己给饿晕了。红毛蹲在我旁边看了2眼，撇了撇嘴，这些人也真是没食物也敢吃晶核，2级进化者都不敢这么玩，给他灌点米汤吧，别真饿死了。我看他运气还不错，刚加入就能替咱们搜寻到这么多食材，没准是个锦鲤体质，也许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。一碗米汤灌进嘴里，我心里乐开了花。这戏演的值，不仅拿到了所有晶核，还没人怀疑我觉醒了空间异能。都市的我从睡梦中醒了过来，我心念一动，取出了所有黄金首饰金条，还有13枚丧尸晶核。末世的我恐怕已经成功晋级为2级异能者，否则不可能诞生空间之刃的能力。不过这个能力消耗太大，我还是要多准备高能量食物。我摸了摸肚子，感觉自己能吃下1头牛。随即我来到了当地有名的酒楼，刚进门就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拿起菜单哗哗翻了起来，足足点了30多种美味佳肴。我一边啃着酱肘子，一边跟服务员搭话：“服务员，你家的菜都挺好吃的，照着菜单给我炒1本打包。”服务员愣在原地，眼睛瞪得溜圆。我的乖乖，这是饿死鬼投胎吗？对了，我看你们酒楼到饭点怎么都没什么人啊？隔壁开了一家网红餐厅，人都去那边凑热闹去了，我们这店快干不下去了。我眼睛一亮，反正我需要大量食物，要不干脆把这家酒楼买下来，以后专门给自己做饭吃，也省得以后点外卖。服务员，把你们老板叫过来一下。好的，您稍等。没过多久，一个留着寸头、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，脸上堆着职业性的笑容。先生您好，我是这家酒楼的老板孙大彪，您对菜品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我擦了擦嘴，摆了摆手，我对你们家菜品挺满意的，就是想问一下，你这酒楼卖不卖？孙大彪明显愣了一下，似乎没反应过来。你要买酒楼，开个价吧。200万，这么便宜？没办法，你也看见了，咱们家店里生意不好，200万能回点本，我也认了。我心里笑得不行，反正在末世位面随便在一个金店转一圈都不止减200万，这酒楼简直是白送，那行就200万成交。这你不讲价，这就买了吗？对啊，你愿意卖，我愿意买，这有什么复杂的吗？咱们直接签合同转账吧，我还赶时间呢。孙大彪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个疯子。这年轻人爽快。对了，兄弟，我把酒楼的房东电话给你，你以后直接跟房东对接租金就好了。对了，听说这店铺的房东前段时间刚刚换了人，我也不熟悉，我先打个电话问问。孙大彪这边刚刚拨通电话，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，我掏出手机按下接听键，对面传来孙大彪的声音：“喂，是新房东吗？我是现在的租户孙大彪。”啥？我是双喜酒楼的房东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之前赵大海过户给我的50套房子里，好像确实有这么一间商铺。你竟然是房东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房子太多了，我也不知道这间商铺居然是我的。孙大彪张着嘴，半天没合拢。你真的够狠！这间地处市中心的酒楼商铺，售价高达1000多万，居然都不记得这是自己的房产，离谱到令人发指。这是得有钱到什么程度，才能达到此等忘乎所以的境界？孙大彪搓了搓手，脸上的笑容更殷勤了。李少叔，我冒昧，您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我翘着2郎腿，随口瞎扯。我呀就喜欢捡点垃圾卖钱之类的。孙大彪眼睛瞪得更大了。这么低调的吗？原来如此。李少不知道小弟有没有机会跟着您混？刚好我卖了酒楼也失业了，现在也是个无业游民。要是李少您愿意收留，小弟愿意为您鞍前马后。我正愁没人帮我打理酒楼，这孙大彪刚好送上门来，那正好，反正这间酒楼我也没空打理，后面也是要请店长来经营你要是愿意，那你就先当这个店长吧，我给你每个月5万的工资。孙大彪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。每月5万，就算是双喜酒楼生意最好的时候，都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纯利润。李少，我老孙是个实在人，不怕跟您讲，其实这间酒楼一直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。由于菜系过于复杂，没有找到自身定位，高端客户嫌我们不够格，普通客户又嫌我们贵，所以生意确实不太好。您给我开5万的高薪，我就怕自己没这个能力把酒楼经营好。我摆了摆手，根本不在乎这点钱，没事，酒楼生意好不好其实无所谓，我买下这家酒楼也就是买个私人餐馆而已。这家酒楼的营业目标就是把我服务好，给我做最好的美食，替我采购物资，我要吃的菜品必须第一时间满足。以后你们的目标就是研究全国美食菜系，酒楼赚不赚钱都无所谓，咱也不缺这3瓜2枣。孙大彪听得眼睛都直了，咱这还有30多号员工呢，每个月发工资都得20多万，你是打算纯亏吗？这难道就是有钱人的格局吗？孙大彪立刻站直了身子，腰杆挺得笔直。好的，老板，我知道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您有任何需求，整个双喜酒楼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替您满足。我点了点头，把早就列好的菜单递给他。那你就先将这张菜谱上的所有菜给我全部打包1份，送到我家。食物送到后，我取出1枚丧尸晶核，当即服用了下去。与末世的感觉一样，一股灼烧的感觉迅速蔓延到全身每一个部位。我打开打包好的饭菜，疯狂往嘴里塞，等饥饿得到缓解，我再次服用了第2枚丧尸晶核，如此循环往复。当服用到第10枚丧尸晶核的时候，我只感觉意识一阵轰鸣，脑袋好像要爆炸，脑海中的空间也增加到了20立方米。
随后便彻底晕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，意识还停留在昨晚的剧痛里。一睁眼就看见周小倩端着一碗米汤站在我床边。李凡，你小子状态怎么样？我摸了摸空荡荡的肚子，摆出一副虚弱的样子。大哥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昨天莽撞的服用了丧尸晶核，没想到会那么……周小倩把米汤递到我手里，笑了笑。你要多谢你两位姐姐，给你灌了2碗米汤，要不然你真不一定能顶得住。我接过米汤，一脸感激，谢谢两位姐姐，以后小弟要是找到了物资，一定加倍返还给你们。张强靠在门框上，敲了敲房门。李凡，咱们的食材已经不多了，而你又没有任何贡献，所以今天的早餐你只有1块馍，这是团队暂时借给你的，你需要通过搜寻物资来进行偿还，或者支付2枚丧尸金和用来抵消你的早餐。我心里暗骂一声，昨天才说加入团队可以吃个半饱，物资上有保证，今天一大早就开始欠债了。我脸上还是那副老实巴交的表情。队长，我还是先记账吧，等我搜寻到物资，立马就还给团队。我小心翼翼地将馍给接了过来，象征性地咬了2口，真硬真难吃，这种难吃的食物狗都嫌弃，还要支付2枚丧尸金核。昨天交易食物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个兑换价格，我看你有取死之道。吃过饭，一行6人离开了别墅小区，向市中心的沙雕城进发。张强一边走一边跟我们讲解计划。根据我的观察，沙雕城一直被丧尸群占据，里面一定会有大量的物资，咱们只要能把沙雕城清理出来，就不愁吃喝了。红毛皱着眉头，脸色有点发白。队长，咱们真的要猛攻沙雕城吗？这里面的丧尸实在太多了，如果万一被丧尸群包围，很危险。张强嗤笑一声，拍了拍红毛的肩膀。谁告诉你咱们要猛攻沙雕城了？这里面的丧尸那么多，猛攻肯定不占优势，但是咱们可以分批分次的进行清理，多清理几次，里面的丧尸自然就少了。张强突然转头看向我，手指了指沙雕城的方向。李凡，你去引怪，把丧尸勾引过来，一次引个几十头，然后咱们占据有利地形进行伏击。啊，队长，为什么是我去引怪啊？我才刚成为进化者不久，去沙雕城勾引丧尸实在太危险了，我不去。张强的脸瞬间沉了下来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。就是因为你实力不足，所以才需要多锻炼你，而且本队长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这是命令，你可以不去，但后果自负，你可以想清楚再回答我。我在心里把张强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，这张强真不是个东西，要不是我成功突破2级异能者，这波去引怪8成要凉。我脸上立刻露出一副惶恐的表情，连连点头。大哥，我去还不行吗？张强这才满意的笑了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这才对吗，李凡？这次你去引怪，虽然危险，但是风险与收益并存。只要是你引过来的丧尸，斩杀后的2成丧尸晶核都归你。到时候凭借大量的丧尸晶核和生存物资，你要不了多久就能升级为2级进化者。去吧，我很看好你。我握着开山刀，转身就往沙雕城走，心里盘算的门清。沙雕城里面有这么多丧尸，极大可能会出现2级丧尸。如果被2级丧尸盯上了，我一个1级进化者能跑得掉吗？不过还好，我昨天已经成功晋级为2级异能者。最后到底是谁给谁打工，这还真不一定。我转过头，对着张强几人挥了挥手，笑得一脸真诚。强哥，你们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，为了咱们美好的将来，一起努力。说完，我握着开山刀，义无反顾地冲向了沙雕城。老鹰推了推鼻梁上的墨镜，凑到张强身边。队长，根据我的鹰眼扫描，这沙雕城里应该是已经诞生了1头3级丧尸王和10几头2级丧尸。你让李凡那小子去引怪，不是100%死定了。张强叼着根烟，吐了个烟圈，脸上满是不在乎。一个普通的1级进化者，死了就死了，大不了再找一个就行了。这沙雕城里面的2级丧尸晶核才是我们的目标。老鹰，你给我把李凡那小子盯好了，如果他引来的只是几头2级丧尸或1级丧尸，那就按照原计划进行伏击。他如果把3级丧尸王给引来了，那咱们就立马跑。我刚走进沙雕城，立马就有几十头游荡的丧尸发现了我，闻到新鲜血肉的气息，立马疯狂朝我扑了过来。心里咯噔一下，转身就往回跑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丧尸能跑这么快吗？大哥救命啊！2级丧尸，有2级丧尸！我的呼救声顿时吸引了更多的丧尸。当我从沙雕城门口跑出来的时候，身后足足跟了300多头1级丧尸，外加3头2级丧尸。老鹰瞳孔一缩，立刻端起了枪。队长，有3头2级丧尸，还有300多头1级丧尸，要按原计划进行吗？张强眼睛亮了，挥了挥手。丧尸王没出来，先集中火力干掉这3头2级丧尸，剩下的菜鸟丧尸再慢慢解决。3头2级丧尸被干掉，剩下的1级丧尸被小队5人堵在巷子里面。1个小时后，300多头丧尸直接被进化者小队清空。张强攥着3枚2级晶核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已经收获了3枚2级丧尸晶核，今天回去以后，完全有希望突破为3级进化者。在这种秩序崩坏的末日时代，像我这样的进化者理应成为天地主角。我站在一旁喘着粗气，脸上露出崇拜的表情。李凡，这一次你表现得很好，咱们这波算是大丰收了。所有的丧尸晶核先由我统一保管，等回去以后，我再给你们进行结算。我立刻点头哈腰，一副狗腿子的样子。大哥跟着你混，我李凡才有好日子。小弟愿意为大哥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等下我就去引怪。张强满意的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很好，李凡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张强最好的兄弟。不过引怪毕竟还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，一切还是要小心为上。我摆了摆手，一脸大义凛然。没关系的，强哥，你们伏击丧尸群同样很危险，你们都没说什么，我李凡又有何怨言？
我先去了。这一次我走进沙雕城，一只埋伏在天花板上的2级丧尸猛然扑了下来，我指尖陡然凝聚出一道空间之刃，隔空一划，瞬间将其一分为2级金核到手。我把金核揣进兜里，眉头皱了起来，随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弥漫开来，一时间整个沙雕城里的丧尸似乎集体暴动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乌泱泱的丧尸群正朝着我冲过来，最前面那个体型庞大的丧尸明显和其他丧尸不一样。这一次我身后足足有700多头丧尸，其中还有一头3级丧尸王。老鹰的脸瞬间白了，声音都在发抖。不好了，队长，李凡把3级丧尸王给引出来了，所有的丧尸全都暴动了。张强脸色大变，转身就跑。那还等什么跑啊？来不及了，丧尸群已经冲过来了。救命啊！张强一边跑一边破口大骂：李凡，你个龟儿子，谁让你把3级丧尸王引出来的？老子等下再跟你算账。准备战斗！老鹰开枪！老鹰端着狙击枪疯狂射击，子弹打在3级丧尸王身上，只能打出一个小坑。可惜了，我手上要是有8枚特种兵，一发就能打死3级丧尸王。红毛扔出几个汽油桶，直接冒出一团火球扔了过去。嘿嘿，我去，是我小看他，原来火球一能加上汽油桶，这威力才是真的牛逼啊！在5名进化者的围攻之下，3级丧尸王终于被活活耗死。张强等人几乎个个带伤，但是这点小伤与杀掉丧尸王的收获相比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张强踩着丧尸王的尸体，仰头大笑，声音里满是癫狂。哈哈哈！我晋升3级进化者。稳了！我扶着墙喘着气，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崇拜笑容，慢悠悠走上前。强哥，你真厉害，3级丧尸王都能被你活活打死。不过这丧尸王的金核我要了。张强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猛地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充满了不敢置信。说什么？我活动了一下手腕，指尖凝聚出一道若隐若现的空间之刃，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。各位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凡，空间系2级异能者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们的老大，谁赞成谁反对？我目光扫向站在一旁脸色发白的周小倩，挑了挑眉。小倩姐是对我不服吗？周小倩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连忙摇头，声音都带着哭腔。不，我愿意认你当老大。张强平时克扣物资，自私自利，剥削队友。其实我早就对他不满了，现在张强死了，你是2级空间系异能者，比他更强大，我愿意跟你。我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收回了落在他身上的目光。很好，我们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小倩姐既然愿意归顺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于你。红毛反应最快，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，头点得像小鸡啄米。这就是空间系异能者吗？居然可以自带空间储存物资。老大，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就已经发现你身上有一股与众不同的领袖气质，我早已深深的被你所折服，求老大收留我吧，小弟愿意为您鞍前马后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这红毛倒是个机灵的。很好，红毛兄弟，你也是我的好兄弟。老鹰也连忙扔下手里的狙击枪，举双手投降。老大，我也愿意归顺。我这人不太会说话，但是我非常敬佩像你这样低调有内涵的强者，好兄弟。此时在场的众人，只有暗影还没有说话，他是小队里除了我以外唯一的2级进化者。我靠在墙上，抱着胳膊看向他，等着他的反应。暗影皱着眉头，目光在其他3人身上扫过，又看了看我指尖的空间之刃，最终还是叹了口气。现在张强死了，小队其他3人都归顺了李凡，我根本不可能一条死。暗影抬起头，对上我的视线，沉声道：我是2级进化者，我要20公斤大米，你能拿得出来，我就服你。我挑了挑眉，心里笑得不行，才20公斤，我空间里的大米能把它埋了。才20公斤，我给你30公斤。话音刚落，不远处传来丧尸的嘶吼声，汽油桶爆炸的火焰渐渐熄灭，剩下的丧尸正朝着这边涌过来。此时汽油桶爆炸的火焰熄灭，丧尸群再次冲了上来，大家都受了伤，暂时先回去休整吧。今天的收获足够让你们所有人都升级为2级进化者，等你们晋级，再过来把沙雕城的丧尸全部清掉。我弯腰把张强的背包捡起来，随手塞进空间里，将张强包裹收进空间后，5人小队行动敏捷，很快就脱离了战场，返回了别墅。一进别墅，我就让红毛把之前剩下的大米搬出来煮，饭香很快飘满了整个屋子。末日下还能吃到大米饭，简直太奢侈了。红毛捧着碗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扒拉着米饭往嘴里塞，差点噎着。光吃白米饭，没点配菜，你们也吃得下去？我从空间里掏出几包榨菜扔在桌子上，挑眉看向他们。老大，你居然还有榨菜？榨菜配白米饭太有味了，今天我要吃10碗白米饭。我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笑了笑。只要你们跟着我，我可以让你们每一顿都吃饱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暗影啃着榨菜，嘴里含糊不清的嘟囔：这才是人生啊！以前过的到底是什么鬼日子？为什么不让我早点遇见老大？张强这狗东西真该死啊！吃过饭，我给红毛、老鹰、周小倩分别发放了10枚1级丧尸金核，给暗影发放了1枚2级丧尸金核后，众人便回到自己房间开始服用。1级金核的强化效果，对于2级异能者而言，效果已经大打折扣，差不多20枚1级金核才能勉强抵得上1枚2级的。我反锁好房门，把这次收获的3枚2级丧尸金核，再加上60枚1级金核全都掏了出来，一股脑塞进嘴里。而我服用了3枚2级丧尸金核，接着又服用了60枚1级金核。虽然没有晋级，但我脑海中的恢复空间已经扩大到了80立方米。我攥了攥拳头，
感觉自己的精神力又强了不少。我试着集中注意力看向桌子上的杯子，那杯子居然颤颤巍巍地飘了起来。我好像没有觉醒空间之刃的能力，反而有点像是意念操控。我目光一凝，只见不远处的杯子竟然凭空漂浮起来，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直接透体而出，茶几也开始在我的意念下漂浮起来。这是意念控物吗？好神奇，感觉精神力量好像变成了无形的手臂。如果用意念操控像针一样的轻型物体，在精神力量的操控下，完全可以使其高速运动，即便是细小的针，也一样可以爆发出强大的杀伤力。我玩了一会儿，觉得差不多熟练了。测试完异能，我给孙大彪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刚接通，那边就传来孙大彪殷勤的声音：“老板，你有什么吩咐？”我靠在椅子上，随口说道：“我需要你采购一批物资，顺便帮我买个仓库，采购清单我等会发给你。”好的，老板。孙大彪答应得很爽快，挂了电话还在嘀咕：“老板要汽油桶干啥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照办就是了。”我刚挂了电话，就听到楼下传来女生娇滴滴的声音。我走到窗边往下看，就看见冯子轩站在一辆保时捷旁边，对着车上的男人挥手：“子轩妹妹，下午等我电话哦。”好的，楚晨哥哥再见。旁边两个路过的女生窃窃私语的声音飘了上来：“那不是冯子轩学姐吗？她不是李凡学长的女朋友吗？怎么跟楚晨这个渣男富二代走在一起了？”你还不知道吧？听说李凡得了精神病，长期家暴子轩学姐，都把子轩学姐的肋骨打断了。这事好像还是子轩学姐的闺蜜爆料出来的，子轩学姐都不让她说。李凡这么觉得吗？何止是觉，简直就是一头禽兽。你们都不知道子轩学姐到底遭受了什么样的委屈。她不光殴打子轩学姐，而且还动不动找子轩学姐要钱，学姐不给她钱，她就打学姐。子轩学姐为了给她还赌债，硬生生的背负了30万的高利贷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没想到李凡竟然如此人面兽心，子轩学姐差点就毁在这畜生手里了。我听着这些话，气得差点笑出声。这冯子轩还真能编，我跟他在一起3年，别说打他，重话都没说过几句，现在倒是反过来泼我脏水了。这时，我开着刚买的劳斯莱斯幻影加长版来到学校，我刚把车停在路边，周围的学生瞬间就围了上来，发出阵阵惊呼：“这是最新款的劳斯莱斯幻影，得1000多万吧？这不比718拉风10倍？何止10倍，都20倍了。一般开这种商务豪车的都是大老板吧？年轻的富二代都不开这种车，也没这个实力。车里的好像是个帅哥。哇塞，好帅啊！开着劳斯莱斯，长得又高又帅，白马王子照进现实了。完了完了，这帅哥直接击中了我的审美，我看着他好有眼缘啊！”一个穿着白裙子的女生跑过来，红着脸敲了敲我的车窗：“你好，我叫付豆豆，帅哥能不能加你个联系方式？”周围的人瞬间炸开了锅。付豆豆我听说过他不是大一新生人气最高的校花吗？没想到校花竟然也可以这么主动。我降下车窗，对着他笑了笑：“你好，我是李凡，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？”付豆豆愣了一下，瞪大了眼睛：“啊，你就是李凡学长吗？好像和传闻中的有些不一样。”李学长这不挺正常的吗？哪里像是得了精神病的模样？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。冯子轩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脸上满是鄙夷：“李凡，你以为租一辆豪车在我面前显摆一次，我就会跟你和好吗？你别做梦了，赶紧把车还了吧，别为了一点点男人的自尊心又欠一屁股债，你这样做很幼稚，你知道吗？”我看着他这副自以为是的样子，只觉得无比恶心，冷冷吐出一个字：“滚！”冯子轩捂着脸，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：“李凡，你变了，以前即便是吵架了，你也从来都不会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没想到分手了居然敢打我，你这个渣男，居然打女人！”我嗤笑一声，目光冰冷：“打的就是你。你不是在同学群说我家暴你吗？说我是个精神病，还把你肋骨都打断了。现在我打你一巴掌不是很正常吗？”冯子轩脸色一白，连忙往后退了一步：“不是我说的，是小小说的。那张精神病历截图不是你给他的吗？另外，分手后你要跟谁在一起本和我无关，但是你为了光明正大的傍富二代，就扮演成受害者来污蔑我，你是不是应该跟我道歉啊？”冯子轩梗着脖子，一脸不服气：“我不道歉，又不是我造你的谣，而且你本来就得了精神病，这难道不是事实吗？抛开事实不谈，你难道就没有一丁点错吗？”我被他气笑了，懒得再跟他废话，你都抛开事实不谈了，我还跟你聊什么？冯子轩见我不吃他这一套，反而更加得意了，抬着下巴炫耀道：“李凡，你租车充面子，动手打女人，你的渣男面目终于是暴露了。楚晨哥哥已经答应我，帮我租万鼎书院的别墅，你住过别墅没有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以后的生活是你这辈子都望尘莫及的。跟你分手简直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呸，渣男！”我懒得再看他一眼，开车直接走了。下午，楚晨开车带着冯子轩来到万鼎书院的地下车库，车库里面各种豪车随处可见。一辆保时捷718驶入这样的地下车库，顿时显得毫无排面。冯子轩趴在车窗上，眼睛都看直了，发出阵阵惊叹：“哇，这就是顶级豪宅的车库吗？”楚晨揉了揉他的头发，一脸得意：“淡定，子轩，不就是豪宅吗？你以后长期住在这里，时间久了也就慢慢习惯了。”冯子轩靠在他肩膀上，一脸崇拜：“楚晨哥哥，你好棒啊！没有你，我这辈子都住不上这样的豪华别墅。我感觉这里连空气都是香的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搬家到这里了。”李凡，你以为租个豪车就能跑到我面前？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打我的脸了吗？你做梦！老娘和你谈了3年，你是个什么臭鱼烂虾我还不知道。你能买得起劳斯莱斯，你怕是连个车轮毂都买不起。一个穿西装的中介走了过来，
笑着对他们打招呼。你好，请问是楚先生和冯小姐吗？我是你们联系的中介经理，今天下午约好了我带你们看房的，你们叫我小郑就好。楚晨点了点头，摆出一副有钱人的架子。好的，小郑，你直接带我们去看房。在中介的带领下，楚晨与冯子轩二人参观了 DW8栋花园别墅。冯子轩一走进别墅，眼睛都亮了，拉着楚晨的胳膊晃了晃。楚晨哥哥，这套房子我很喜欢，才5万块1个月，已经很划算了，咱们就租这一套吧。楚晨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头，对着中介说道。那好吧，小郑，你直接联系房东，咱们租了。好的，我这就把房东的联系方式推给你们。听说房东是个年轻人，应该挺好说话的。冯子轩眼睛一亮，心里打起了小算盘。房东年纪轻轻，居然能买得起这样的大别墅，他该不会也是个富二代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不过能买得起5000万别墅，实力应该深不可测。如果和这位房东加上好友，没准还能交个朋友。这种大佬平时根本都接触不到。冯子轩刚刚加上房东，突然感觉这个号码有点熟悉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中介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喂，您好，是李先生吗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有2位租客看中了您万鼎书院的别墅花园，想要租您的房子，请问您有时间方便签约吗？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接到中介的电话，挑了挑眉。要租我房子的人是不是叫冯子轩？是的，这位女士名叫冯子轩，男士叫楚晨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说道：你让他们赶紧滚，我的房子不租给他。冯子轩听到中介转述的话，整个人都傻了，连连摇头。怎么可能？这栋别墅是李凡的，绝对不可能，我不相信。中介愣了一下，好奇地看向冯子轩。冯小姐，您难道认识这位房东？冯子轩脸色惨白，咬着嘴唇说道：他是我前男友。中介心里咯噔一下，暗道不好。难道今天不成，要反被打脸？冯子轩的前男友不是个普通人吗？怎么会这么有钱？楚晨脸上也有点挂不住，拉着冯子轩就往外走。子轩，其实我觉得这套房子也一般，别墅上下楼梯很不方便，打扫卫生又麻烦。我还看中了一套大平层、万江一品的房子，不但可以观江，风景也更好。我这就联系那边的中介。中介连忙陪笑，附和道：楚先生，您的眼光真好，这套房子是刚刚才挂出来的，户型绝佳，装修豪华，而且还有12米观江大阳台。重点是，据说这套房子的房东非常牛逼，是江城的一位神秘富豪，据说有上百套全款房子。冯子轩一听又高兴了起来，拉着楚晨的胳膊说道：楚晨哥哥，这套房子我也很喜欢，咱们就租这一套吧。这套房子的租金大概是每个月3点9万，如果你们确定的话，咱们现在就可以联系房东签约。楚晨点了点头，一脸大气，确定。随后中介用手机拉个群，直接将楚晨、冯子轩还有我给拉了进来。当冯子轩看见我的头像，顿时再次懵逼了。中介在群里发消息：李先生，就是这位冯女士和楚先生要租你在万江一品小区的房子，请问您什么时候方便签约？冯子轩看着群里的消息，整个人都石化了。此刻他的内心直接被震惊到无以复加。万江一品的大平层是李凡的，万鼎书院的别墅花园是李凡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考验我，你瞒得我好苦啊！难道在一起3年，你都不愿对我敞开心扉，还故意装精神病，让我知难而退？哼，你这个大骗子！楚晨脸上也挂不住了，拿着手机翻找租房案，咬着牙说道：这李凡装什么呢？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，我还就偏不信了。江城房子那么多，难道每一套都是他的？楚晨打开了租房案，开始重新搜索房源，很快就锁定了其中一套。子轩这套江山旭的房子也不错，虽然比万江一品差了点，但是你一个人住也够了。中介脸色古怪，小声说道：楚先生，江山旭的房子好像也是李先生的啊？那这套万发的呢？也是李先生的。龙井的呢？还是李先生的。我的天，这套盘龙山的房子总不会是他李凡的吧？中介松了口气，连忙说道：这个确实不是。冯子轩瞬间炸了，甩开楚晨的手，转身就走。够了，楚晨，盘龙山的房子都快到郊区了，离我的学校20公里，我租那么远干嘛？我不想租房了，今天就先这样吧，我回宿舍了。子轩别走啊，咱们再看看。我看着群里的闹剧，笑了笑，直接退了群。反正我的房子也不缺租客。下午6点半，我来到了仓库，将孙大彪准备的物资全都收进了空间。靠在仓库的门上，我忍不住盘算起来：自己一个人去收集金银珠宝，效率太慢，还是组建一个幸存者基地，每天管点饭，就能换大量的免费劳动力。正想着，外面传来红毛兴奋的大喊声：哈哈哈！突破了！我突破为2级异能者了。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。我的火系异能至少可以连续不断的释放10几次，而且我还可以凝聚出更大的火球。周小倩也走了出来，脸上满是喜色。我也突破了2级水系异能者了。现在我的水系异能不光可以辅助，甚至可以生成上百支兵剑，进行大范围攻击。老鹰推了推墨镜，声音里也带着笑意。我的鹰眼侦察范围更广了，已经能够覆盖方圆10公里。暗影活动了一下手腕，速度快的只剩下一道残影，片刻后又站回原地，拍了拍手。我虽然没突破，但是我的速度更快了。当我来到客厅时，明显感觉到了队友不一样的气息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突破后的兴奋，周身的气势也比之前沉稳了不少。很好，看来你们都有突破，咱们今天的任务就轻松了。红毛早就按捺不住了，搓着手凑上来，指尖还冒着滋滋的小火苗。老大，你就说咱们接下来干什么吧，我的火球已经饥渴难耐了。我扫了众人一眼，语气沉稳：咱们今天的任务是清空沙雕城的所有丧尸，顺便解救幸存者。只有聚沙成塔，组建幸存者基地，重建末日秩序，才是未来发展的唯一方向。
同时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考虑。难道你们不想成为基地首领，呼风唤雨，耀武扬威吗？红毛听得眼睛都亮了，刚想叫好，旁边的暗影却皱了皱眉，迟疑道：老大，你说的我确实很心动，但是咱们进化者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，怎么养活其他幸存者？我挑了挑眉，故意卖了个关子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我在末世刚开始的时候就觉醒了空间异能，当时搬空了好几个大型超市，空间的资源足够咱们建立一个小型幸存者基地了。几人眼睛瞬间瞪得溜圆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已经一挥手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食材凭空出现在客厅的地板上，新鲜的牛肉还带着冰茶，冰啤酒上还挂着水珠。只要你们跟着我混，以后就会拥有享用不尽的物资。这是牛肉，还是新鲜的。来，今天咱们早上就随随便便吃顿火锅吧，再给你们一人整2瓶啤酒。红毛嗷了一嗓子就扑了上去，捧着冷冻的牛肉差点哭出来。我李凡是不会亏待自己人的。我又从空间里掏出一整个切好的水果拼盘放在桌子上，几人看的都傻了，除了懵逼还是懵逼。他们万万没想到空间异能者竟然恐怖如斯，这都末日世界了，还能吃上如此正宗的火锅，这还要什么自行车？原本突破2级进化者以后，几人内心不免诞生了几根反骨，可是在我这顿糖衣炮弹的轰击之下，那点反骨瞬间就被磨灭的渣都不剩。一顿饱跟顿顿饱我还是能分清的，跟着空间系异能者每天吃香喝辣的，这还反个啥？吃饱喝足后，5人在路边找了一辆还能开的越野汽车，便再次来到沙雕城。刚到城门口，老鹰就皱起了眉，推了推墨镜，沉声道：不对劲，今天的沙雕城里，大部分普通丧尸都升级了，2级丧尸居然也出现了30多头，好像还诞生了2头3级丧尸。丧尸进化的速度怎么会突然加快？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果然看见地上散落着不少被啃得面目全非的丧尸尸体，心里瞬间两然。你们看，咱们昨天杀的丧尸几乎都被啃食殆尽了，看来他们应该是通过吞噬同类血肉，可以加快进化速度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必须清空沙雕城，以后咱们就以沙雕城作为临时基地，收容幸存者。大家准备好战斗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几人异口同声的吼道，气势十足。上一次我已经见识过汽油加火吸异能的威力，这次是专门给红毛准备的汽油桶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红毛，准备点火。10个汽油桶接连爆炸，瞬间形成一片火海，上百头丧尸当场被火焰吞噬，发出凄厉的嘶吼。哈哈哈，爽！要是有无限汽油，老子一个人就能横扫沙雕城，还有谁？红毛笑得直拍大腿，火球一个接一个的扔出去，我是越来越旺。丧尸这种生物根本不知道恐惧为何物，死了100多头丧尸，立马冲出更多的丧尸，密密麻麻的朝着我们涌过来，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听得人头皮发麻。红毛，该你展现真正的实力了。冲天的火光直接点燃了整个沙雕城，汹涌澎湃的火焰将一头又一头丧尸给烧成了焦炭，就连有些2级丧尸都没能逃脱，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味道。老大，2级丧尸和1级丧尸基本已经被咱们给清空了，但是那2头3级丧尸跑掉了。红毛抹了一把脸上的灰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好了，那就算了。小倩，你将点雨灭火，剩下的人去搜寻物资。记住了，这沙雕城里的金银珠宝也全都给我拿着，你们可以凭借金银珠宝找我兑换粮食。老大，咱们这都末世了，你要这玩意干啥？红毛挠了挠头，一脸不解。我喜欢不行吗？你们只需要知道可以用这些东西找我换粮食，这就够了。1公斤黄金，我给你们换1公斤米。我去，还有这种好事？老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几人眼睛都亮了，本来这些破石头在末世连馒头都换不到，现在居然能换米，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半天下来，统计金盒的红毛抱着个本子跑过来，脸都笑成了花。老大，今天的2级金盒总共收获有35枚，1级金盒总共380枚。所有的金盒除了有2成需要上交团队，剩下的8成我会按照这次团队的战斗表现进行合理分配。老大威武霸气。另外，你们也可以使用金盒找我兑换物资，在我这里，1枚1级金盒可以兑换5斤大米或半斤牛肉，1枚2级金盒可以兑换50公斤大米、10斤牛肉，金银珠宝也可以兑换粮食物资。我刚说完，暗影就拎着一大包东西跑了过来，往地上一放，哗啦啦倒出一堆玉石。老大，我刚刚收集了不少黄金玉石，你看看这些能换多少粮食？我瞥了一眼，这一包的玉石黄金，保守估计价值2000万左右，放在平时能换半栋楼。这一包我算你20公斤的大米，再加你30根火腿肠以及3斤牛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暗影笑得合不拢嘴，赶紧把粮食塞进自己包里，生怕晚了我反悔。老大，我这里也有一包，都是些和田玉籽料、铂金、钻石啥的。红毛也拎着个袋子跑过来，一脸期待。这些我算你30公斤大米。老大威武。周小倩也红着脸递过来一个首饰盒，小声道：这个你看看值多少？我打开一看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，里面居然是一整套帝王绿首饰，旁边还放着那条传说中的海洋之星项链。海洋之星，帝王绿全套首饰，这一套帝王绿首饰保守估计也值个5亿以上，再加上传说级宝石项链，这不得值10个亿。我压下心里的激动，故作平静道：给你100公斤的大米，加上100公斤的牛肉以及100公斤的羊肉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周小倩连忙说道：对，我觉得阿莹姐说的对。老大，您把物资现在兑换给我了，我拿在手里不方便。红毛也连忙点头附和。这样也行。周小倩，你来给他们记个账单，方便随时支取。不敢上前。我刚刚在附近观察了一圈，
沙雕城的丧尸好像被清空了。沙雕城一直都被丧尸群占据，里面的超市肯定还没有被幸存者们洗劫过，一定会有大量的物资。一个扎着马尾的女生咬着嘴唇，眼里满是渴望，旁边的男生却吓得拉了拉她的胳膊。孙雨涵，你疯了吧？能干掉上千头丧尸的进化者小队，肯定有3级异能者，人家会让你搜寻物资，企图染指强者的物资，这和找死又有什么区别？咱们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了，没有粮食肯定会饿死，必须试一试。如果可以加入对方的小队，大家就都能活下去了。孙雨涵叹了口气，他虽然是一名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进化者，但是他觉醒了极为有用的治愈系异能，只是性格太过圣母，总想把所有人都护在自己身后。我早就注意到了他们，故意冷声开口：什么人也敢来沙雕城放肆？不知道沙雕城已经被我们占据了吗？那群幸存者吓得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，连连磕头：大佬饶命！我们不敢和您争夺物资，只求大佬们能够网开一面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够了，都给我住手！我抬了抬手，示意他们起来。孙玉涵抬头看我，眼睛一下子亮了。他能感觉到我是这群人的首领，身上的气势比他见过的所有进化者都要强，能让其他进化者全部俯首称臣。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3级异能者大佬吗？你们是来搜寻物资的吗？很遗憾，沙雕城里的物资已经被我们搜光了。我故意叹了口气，果然看到孙雨涵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，紧接着他又鼓起勇气走上前。大佬，我们可以追随您吗？我是治疗系的异能者，我手中的荧光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修复伤势，对于你们的团队还是有点作用的。可以，治疗系的异能者有资格加入我的团队。我话音刚落，孙雨涵脸上立刻露出了喜色，紧接着又说道：我有一个条件，如果你想让我加入，就必须要收留这些普通幸存者，只要你答应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旁边的红毛几人都愣了，这女的怕不是脑子有病吧？我们肯收留她就不错了，她居然还敢跟老大谈条件。我差点笑了，正愁没人帮我搜寻金银珠宝，没想到这就送上门来了，简直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。只是我还是要装作为难的样子，皱着眉沉默了好半天，才叹了口气。也罢，看你的异能还有几分用处，那就暂时都留下来吧。但是我李凡麾下不养闲人，给你们布置个任务，先把这沙雕城给我打扫干净。今天参与劳动的每人可以领取半斤大米，只要干活就给饭吃。幸存者们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，这直接起飞了呀！2个小时后，沙雕城被幸存者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众人蹲在空地上捧着饭碗狼吞虎咽，一个个吃得泪流满面。好久没吃到这么香的大米饭了，这也太好吃了。这居然是烤全羊，还是孜然味的？有个幸存者抽了抽鼻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这边桌子上的烤全羊，口水都快流下来了。进化者大人们在末世里居然还能吃到烤全羊，不行了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要就着烤全羊的味道把我的大米饭干掉。也不知道李队长平时有什么爱好，要是能够投其所好，没准我也能改善伙食。红毛早就跟这帮幸存者混熟了，啃着羊腿冲他们挤了挤眼睛。你们这群家伙听好了，别说我不提点你们。李队长喜欢收集金银珠宝，越是有收藏价值的东西，他越喜欢。你们要是能够拿出李队长喜欢的东西，不仅能吃到肉，说不定李队长还能赏你们1颗丧尸晶核，让你们开启进化之路。找金条可比杀丧尸简单多了。幸存者们眼睛都亮了，一个个都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知道哪里有黄金珠宝。一个穿着西装、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突然跑了过来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李老大，我是银行总经理，咱们海城就有一个大金库，里面至少存放了100吨的黄金，如果您感兴趣，我可以带您去。大金库很好，咱们今天先休整一下，明天去寻找金库。如果真的找到了100吨的黄金，我记你一大功，不但给你物资，还让你成为进化者。我眼睛都亮了，100吨黄金啊！这要是都拿到都市位面，我直接成世界首富了。小弟郭富贵愿意为老大您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郭富贵跪在地上连连磕头，激动的浑身都在发抖。末世前俺就是一个成功人士，末世开启后俺虽然过得猪狗不如，但只要给俺一个机会，俺郭富贵照样能翻身逆袭。我点了点头，又看向站在一旁的孙玉涵。孙玉涵，你的异能是治疗比较特殊，我破例借给你10枚1级丧尸晶核，以及你升级后需要的食材物资，等你升级后靠治疗术收费还债，你没什么意见吧？我没什么意见，谢谢队长关照。孙玉涵连忙鞠躬道谢，心里暖烘烘的。其他人看上去都有点生人勿近，唯独队长李凡看起来是个好人。他收留了那么多的幸存者，还愿意分享物资，足以说明他良心未泯。我一定能感化他。我要是知道他心里的想法，肯定得笑出声。我这分明是找了个免费的队医，还能顺便收金和当诊费，稳赚不赔的买卖。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，争取早日突破3级。红毛激动的差点蹦起来。我又看向暗影，暗影，你还差多少枚2级晶核才能突破3级？我还差6枚左右。我给你7枚2级晶核，以及足够的食材物资，抓紧时间突破。好的，谢谢老大。暗影脸上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周小倩，根据这次团队贡献程度，你可以分到5枚2级丧尸晶核，或者100枚1级丧尸晶核，你可以任选其一。老大，我选5枚2级丧尸晶核。周小倩毫不犹豫地说道。老鹰，你的侦察技能很有用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会替你搞一把芭蕾特虫锯玩玩。但这次的团队贡献，你只能获得3枚2级丧尸晶核，你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这一次我确实没怎么动手，主要是我枪里的子弹已经不多了，用1颗少1颗，需要省着点。老鹰摆了摆手，并不在意。以后有机会我会替你留意子弹的补给。分发完众人的物资后，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
把今天收获的金盒都倒了出来，摊在桌子上数了数。2级金盒15枚，1级金盒270枚，再加上1枚3级金盒，加起来应该足够让末世和都市的我同时突破到3级进化者。先用2级金盒将身体强化至极限，这时候再服用3级金盒，应该就没风险了。我拿起2级金盒，一枚接一枚的塞进嘴里，滚烫的能量席卷全身，肌肉传来阵阵撕裂般的痛感。我咬着牙硬扛着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痛感才渐渐消退，身体里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。我拿起那枚3级金盒，一口吞了下去。我完全没想到服用3级金盒会如此痛苦，身体仿佛要崩溃掉，每一寸骨头都在咯咯作响，好像下一秒就要碎成粉末。煎熬整整2小时后，痛苦才如潮水般退去。空间之刃，我抬手一挥，一道无形的刀刃直接将旁边的实木桌子劈成了2半，切口平整的像是被激光切过的。3级异能者竟恐怖如斯，以我如今的实力，恐怕一念之间就能秒杀全队队。虽然末世的我成了3级异能者，但都市的他在服完全部2级金盒后却突破失败了。看来突破3级进化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不过意念控物的精神力倒是增长了很多，也算不错。我活动了一下手腕，刚想给孙大彪打电话问问物资准备的怎么样了，手机先响了，是赵大海打过来的。喂，赵哥，我又有一批新的珠宝要出手。挂了电话，我靠在沙发上，手指轻轻敲着桌面，盘算着这批珠宝出手后又能进账多少，完全不知道危险正在悄然逼近。凯哥，这次可是条肥鱼，父母双亡，又刚跟女朋友分手，没任何背景牵挂。这小子半个月前还是租我房子的大学生，最近突然找我出手了一对帝王绿翡翠手镯，还有条顶级宝石项链，手里保底3个亿的存款。嘿嘿嘿，父母双亡，没根没底，还突然暴富，这样的人如果突然消失，恐怕也没有人会在乎吧。他今天又联系我卖珠宝，您带人跟我去，到时候珠宝归我，他账户里的钱全部归您，另外我再给您1000万辛苦费。赵大海对着电话点头哈腰，脸上满是贪婪的神色。周凯是国际犯罪组织核心成员，无恶不作。几天前赵大海突然找上门，要跟他做这笔稳赚不赔的交易。很好，等干完这一票，我就可以金盆洗手了。今晚8点准时行动。电话那头的周凯舔了舔嘴唇，眼里闪过一抹凶光。李老弟，我来了。我刚打开门，3名蒙着脸的悍匪瞬间冲了进来，沙包大的拳头朝着我面门就砸了过来。我脚步没动，只是随意抬了抬手，就轻轻松松接住了对方的拳头。那悍匪脸色瞬间涨得通红，使出了吃奶的劲也没法再往前半分。不好，点子扎手，开枪！站在最后面的周凯反应最快，掏出手枪，砰砰砰就连开3枪，3颗子弹精准锁定我眉心。可飞到我面前时，却像撞在一层无形屏障上，再也无法前进半分，叮铃哐啷掉在了地上。这是什么鬼？你难道是……周凯话还没说完，就看见我指尖凝聚出一道寒光，他瞳孔骤缩，刚想转身跑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凯哥，里面怎么回事？听到枪声了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楼下放风的小喽啰还在喊，我挑了挑眉，没想到楼下还有人。可惜啊，你们今天踢到铁板了。我走到窗边，往下扫了一眼，正好看见驾驶位上的小喽啰探出头往楼上张望。你是李凡？恭喜你答对了，可惜没有任何奖励，你该上路了。我控制着2根飞针从窗户飞出，悄无声息洞穿了车玻璃，直接扎进了2人的脖颈。那2人哼都没哼一声，直接歪倒在了座位上。李老弟，我错了，饶了我，我一时鬼迷心窍。赵大海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磕头磕得咚咚响，脑门上很快就渗出了血。赵大海，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我语气平淡，却听得赵大海浑身发抖。我在几人身上翻找片刻，最终只在周凯身上发现了一本封皮破旧的日记。哼，正经人谁写日记啊？我随手翻开，里面夹着10几张假身份证，还有许多不记名的米国洗钱账户，最后一页竟然还记着走私军火商贩的联系方式。没想到这周凯还真给我送了份大礼。我眼睛一亮，正愁末世那边的队伍缺武器呢，这下瞌睡来了送枕头。随后我将几名劫匪的尸体连人带车收入空间，准备等下次去末世的时候再处理，免得在都市留下痕迹。我刚从房间出来，就看到红毛正在撩拨孙雨涵，脸凑得极近，笑得一脸猥琐。我昨天服用了5枚2级晶核，现在感觉浑身是劲，估计要不了几天就能突破3级。雨涵，你突破2级了吗？昨天已经顺利突破2级了，谢谢红毛大哥关心。孙雨涵往后退了半步，脸上露出一丝抗拒。不碍事，咱们都是队友嘛，要互帮互助。哎，你用你的异能给我治疗一下，让我看看效果。可是红毛大哥，你没受伤啊，我这治疗异能没法用啊。孙雨涵皱着眉往后躲，就随便用一下嘛，让我感受感受你的异能有多厉害。红毛不依不饶地往前凑，孙雨涵被磨得没办法，只好双手缓缓冒出一团浓郁的绿色荧光，轻轻落在了红毛身上。啊，雨涵妹妹，你的异能也太神奇了，我感觉浑身上下都舒服极了，就连小时候留下的心灵创伤都被你治好了。红毛正闭着眼睛陶醉呢，一抬头看见我站在不远处，吓得一激灵，赶紧站直了身子。老大来了！一个瘦瘦高高的男生抱着个布包跑过来，脸上满是局促。他叫孟浩宇，之前就是个普通幸存者，好不容易攒了点金条过来换物资。李老大，小弟听说您喜欢珠宝黄金玉石，我这有50根金条，想跟您兑换1颗1级丧尸金核，再换点食物，您看行不行？孟浩宇一大早冒着生命危险回了趟家，偷偷翻出了他老爸遗留的保险箱，
里面足足有50根金条，这是他全部的家底了。可以给你1枚1级晶核，2斤大米，再加1桶泡面。我随手把东西递给他，孟浩宇激动得手都在抖，连连鞠躬道谢。谢谢李老大。孟浩宇和孙雨涵是同学，他已经暗恋孙雨涵1年多了。红毛是2级进化者，而他之前只是个普通幸存者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红毛撩拨孙雨涵，却敢怒不敢言。如今他终于也能成为进化者了，攥着金盒的手紧了紧，心里暗暗发誓：雨涵妹妹再忍忍，等我变得强大了，一定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只有我是真心对你好的，是真心爱你的。郭富贵，我喊了一声，旁边正擦着汗的郭富贵立马跑过来，腰弯得极低。老大我在，今天由你带路去寻找金库的位置，我们多准备几辆车，所有人都跟我一起出发。这一路上肯定会遇到丧尸拦截，你们正好提前适应与丧尸战斗。这里有50把开山斧，每人拿1把，把武器备好。一行人很快收拾妥当，开着3辆改装过的越野车朝着金库方向赶路。虽没有导航软件，但老鹰的鹰眼扫描已经可以覆盖方圆10公里，足以代替导航效果。队长，前方发现大量丧尸聚集，还有一支进化者小队正被丧尸群追杀。这群丧尸至少有300头，而且还有1头3级丧尸王。我们是过去帮忙，还是绕道行驶？老鹰趴在车顶看了一眼，迅速回来汇报：不必绕道，直接杀过去，全速行驶。正好丧尸金核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拿下这头3级丧尸王。我挥了挥手，司机一脚油门就冲了出去，天雷击顶。不行了，我的雷电异能快耗尽了，你们赶紧逃，能跑一个是一个，别管我了。被包围的小队里，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女生浑身冒着滋滋的电光，脸色惨白，明显已经快支撑不住了。子言，你说什么傻话？要死咱们一起死！旁边的男生怒吼着，挥着刀砍翻一头扑过来的丧尸，可身后更多的丧尸已经围了上来。就在这时，我抬手一道空间之刃甩了出去，那只正扑向女生的3级丧尸王瞬间被劈成了2半，连嘶吼都没发出来。李老大的实力竟恐怖如斯，3级丧尸王竟然被瞬秒。跟着我出来的队员们都看上了，随即爆发出欢呼声。车队所有人全部下车，清理剩余丧尸。我一声令下，队员们提着斧头就冲了上去。300多头1级丧尸，50头2级丧尸，短短几分钟内便被清理大半。剩余未完全死亡的丧尸，则由斧头小队进行补刀，同时挖取丧尸金核。谢谢你，我叫木子嫣，是雷电系2级异能者。刚刚若不是你出手相救，我恐怕已经性命不保了。刚马尾女生喘着气走过来，朝我鞠了一躬，脸上还带着未干的血污，眼神却十分明亮。不客气，我叫李凡，我们刚好路过，看见你们遇到危险，顺带出手而已。我摆了摆手，并不在意。大恩不言谢，我们实在没什么能报答你的。我是南郊小队的队长，我可以带领我的团队加入你们吗？木子嫣咬了咬嘴唇，目光诚恳。可以，我的团队欢迎木姑娘这样的人才。我点了点头，多一的雷电系异能者，队伍战斗力又能提升不少。子言，你这个决定是不是太仓促了？我们旁边的副队长龙辉皱着眉还想劝，木子嫣直接打断了他的话。龙辉，李队长的实力你也亲眼所见，咱们团队这次损失惨重，只有加入李队长的团队，大家才能得到更好的庇护。你作为副队长，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其他队友的生存想想，不是吗？那好吧，子言，我听你的。龙辉最终还是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。孙雨涵，过来给这几位兄弟治疗一下伤势，我看这位兄弟伤得不轻，好像快撑不住了。我看向被2个队员架着的男生，他胳膊上被丧尸咬了一口，脸色已经开始发青，眼看着就要变异了。杨戬，你坚持住啊！队友们急得眼眶都红了。杀了我吧，我不想变成丧尸，快杀了我！杨戬声音都在发抖，眼里满是绝望。孙雨涵快步走过来，手指按在杨戬胸口，绿光不断渗透进去，杨戬胳膊上的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，发青的脸色也慢慢恢复了正常。我居然完全恢复了，这也太神奇了！孙医生，你简直就是神医啊！小弟杨戬以后愿为孙医生赴汤蹈火，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杨戬激动的直接跪了下来。我不需要你赴汤蹈火，我这次救你，你需要支付10枚1级晶核，如果你没有，就先欠着。我救人是需要收费的，这是团队的规定。孙雨涵收回手，语气平静。哈哈哈，我现在只有3枚1级晶核，先支付给你，剩下的我一定尽快补上。杨戬愣了一下，随即赶紧掏出金核递过去，一点也不觉得这个要求过分，毕竟能捡回一条命比什么都重要。队长，战场已经打扫完毕，总共收获1枚3级晶核，39枚2级晶核，还有270枚1级晶核，请队长笑纳。红毛抱着个袋子跑过来，一脸邀功的表情。这数量不对，你们有谁私藏了金核的？自己站出来，我给你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们别以为金核数量多，现场混乱就可以浑水摸鱼，到底有多少金核，我一清二楚。你们确定要私藏吗？我目光扫过在场的幸存者，语气冰冷。对不起老大，我不该一时糊涂的，求老大网开一面。3个男生脸色发白，连忙从口袋里掏出私藏的金核，跪在地上连连磕头，求老大网开一面，饶了我们这一次。记住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你们没有第2次机会。我问最后一遍，剩下私藏的还不站出来吗？我话音落下，依然没有人站出来。一个穿花衣服的女人甚至还往后缩了缩，似乎打算顽抗到底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看向那个女人，回老大，她叫黄玉芬。旁边的人小声说道，我已经给过你2次机会了，可惜你不知道珍惜。对不起李队，不要打我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
这就把金盒还给你。黄玉芬吓得腿都软，连忙从怀里往外掏东西。打你，想得美！暗影，把他藏的金盒找出来。我摆了摆手，暗影立刻上前搜查，很快便从黄玉芬的衣服里翻出了私藏的1枚2级金盒和10枚1级金盒。首领，现在的金盒数量全部统计出来了，总共是1枚3级金盒、50枚2级金盒、310枚1级金盒，数量对了。暗影把金盒递过来，朝我点了点头。走吧，把它扔在这儿，自生自灭。我转身就走，队员们也纷纷跟上，没人愿意为了一个私藏金盒的人求情。队长，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，让我怎么活啊？黄玉芬的哭喊声在身后传来，众人头也不回地坐上车，在鹰眼的指挥下，向着金库进发。老大，这就是海城最大的央行金库大门，采用高强度合金钢材打造，足足有半米厚，坚固得很，听说连炮弹都轰不开。郭富贵站在一扇厚重的金属大门前，朝我介绍道。我挑了挑眉，抬手一道空间之刃劈过去，那号称连炮弹都轰不开的合金大门，直接被劈出了一道巨大的豁口，里面金光闪闪的金砖堆得像小山一样，晃得人眼睛都花了。如果末世没有降临，得到如此之多的金砖，立马就能富甲一方。只可惜现在有再多的金砖也花不出去了。郭富贵看的眼睛都直了，忍不住感叹道：郭富贵，你这一次立了大功，奖赏你10枚1级金盒以及足够的生活物资，祝你成为2级进化者。多谢老大！郭富贵激动的连连鞠躬，大家原地休整。今天我心情好，每人奖励2两牛肉、半斤大米。另外，今天参与行动的所有斧头小队成员，每人都可以领取到1枚1级丧尸金盒。耶！老大万岁！幸存者们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，一个个脸上都笑开了花。红毛、周小倩、孙雨涵，这次行动你们可以分到5枚2级金盒。老鹰，你这次带队导航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可以分到7枚2级金盒。暗影，你已经突破3级，2级金盒的效果对你来说会大打折扣，我给你兑换成200斤牛肉的物资粮票，你觉得如何？老大，你做主就行。暗影点了点头，没有意见。木子烟、玲珑辉，你们刚加入我的团队，我给你们10斤牛肉、10斤大米。杨杰，你的隐身异能有些作用，我给你10枚1级金盒以及足够的物资，让你尽快突破2级。我挨个分发完奖励，拿到金盒的幸存者们便迫不及待地找地方服用金盒觉醒。这一次是大规模的觉醒，有不少人在速度和力量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，也有一少部分人觉醒了异能。老郭，你觉醒的是什么异能？我看见郭富贵蹲在地上，对着一把斧头运气，好奇地问了一句。我好像觉醒了操控金属的异能，我感觉自己现在好像一块磁铁，可以对任何金属都造成吸力，并且加以操控。郭富贵刚说完，地上的斧头嗖的一下就飞到了他手里，旁边的人都看傻了。我感觉如果操控的能力足够强，就算御剑飞行也不是不可能啊！成长到后期，直接操控10万飞剑，那画面岂不是宛如剑仙？众人七嘴八舌的感叹。郭富贵挠了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哪有那么容易？我现在感觉操控2把斧头砍丧尸都有点困难。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回到了都市的家里。我心念一动，取出那枚3级丧尸金盒，一口就吞了下去。熟悉的灼烧感瞬间席卷全身，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强烈，骨头缝里都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。我咬着牙硬扛，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的往下掉。在经受了2个半小时的痛苦后，那股剧痛终于如潮水般退去。我猛地睁开眼，一股强大的精神力不受控制的扩散开来，整栋楼的动静都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哈哈哈！没想到我现在的精神念力不仅能覆盖到方圆5公里的范围，还能够穿透平行世界，观察到末世的我熟睡的模样。难道这就是突破3级后的蜕变吗？我兴奋的差点跳起来，这能力简直太实用了！以后就算我在都市，也能随时观察末世那边的情况，不用担心那边出意外。随后，我用虚拟号码给军火商打了电话，电话刚接通，那边就传来一个冷冰冰的男声：“有什么需要？我想要一梯火、巴雷特狙击1把、AK47、波兰 M762、国旗冲锋枪、蝎式冲锋枪各要100把，以及子弹10万发。”我直接报出了自己需要的清单。因为量比较大，我们无法提供送货服务，只能在熊猫与白熊国边境进行交易。可以，我一口答应下来。这点路程对现在的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还未请教先生姓名。周凯，我随口报了个假名，反正周凯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。好的，周凯先生，我稍后给您发送一个网址，您登录这个网站就可以用国际账户进行订购，下单后您可以在2天后进行取货。挂了电话，我按照对方发过来的网址付了款，刚把手机放下，突然接到了大学室友刘川的电话。我们俩平时关系还不错，以前他经常传授我泡妞方面的经验，听说大学3年他已经谈了不下100个女朋友了。凡子，你小子最近忙啥呢？怎么一直见不到人？也没忙什么，就是家里出了点小事情。那你下午有时间一起吃个饭，我有事情跟你谈。行啊，就今天下午，老街烧烤店。我一口答应下来，好久没见这小子了，正好聚聚。我到烧烤店的时候，刘川已经在那等着了，看见我进来，眼睛都直了，上下打量了我半天。嗨呦呦，你还是李凡吗？居然变得比我还帅了。我不是一直都比你帅吗？我笑着坐下来，拿起一瓶啤酒开了盖。凡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家有个远房表哥，6年前觉醒了异能。哈哈，异能？你别开玩笑了，我本来以为他在瞎扯，刚想笑，就看见他一脸严肃。是真的，只是你没见过，所以不相信。前一阵他已经被高武学院招收了进去。我挑了挑眉，刚想追问，
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。李凡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冯子轩站在桌子旁边，眼睛红红的，看起来委屈极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有点不耐烦。冯子轩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刘川在旁边挠了挠头，一脸尴尬的凑过来，小声道：“对不起啊，凡子，你也知道我最近在追林小小，林小小是她闺蜜，这个忙我不得不帮啊。”我就说这小子怎么突然约我吃饭，原来是鸿门宴。李凡，咱们能不能好好谈谈？我承认之前和你分手是我冲动了，其实我一直非常珍惜咱们这段感情，咱们这3年一路走来是有多么的不容易，我们复合吧。冯子轩咬着嘴唇，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，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。哼，确实挺不容易的。我嗤笑一声，靠在椅背上看着他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每一个节日都要绞尽脑子给你送礼物，房租我付，家务也是我打扫，就连饭也是我做的，情绪价值是我提供，你有什么不容易的？你只需要哼哼唧唧就好了。李凡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斤斤计较，你明明那么有钱，还要在我面前装穷，一个 LV 包包才2万块而已，我求了你3个月，结果你在我生日那天只送了我一个1000块的杂牌包包，你知道那天我有多尴尬吗？冯子轩提高了音量，引得旁边几桌的人都看了过来，他反而更得意了，好像占了多大理似的。哼，我送你什么你都嫌便宜，转头收楚晨送的假项链倒是挺开心的。你要是真喜欢 LV， 不会自己买，我欠你的。我懒得跟他掰扯，只觉得无比恶心。李凡，我承认当时对你是有些意见，而且林小小也在一旁说你坏话，所以我才动了换男朋友的想法。但是我现在已经想通了，我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了。我觉得我们3年的感情才是最重要的。李凡，我从来都没有这样低三下四过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冯子轩说着就想过来拉我的手，我直接侧身躲开，冷冷吐出一个字：我早就已经看清你的嘴脸了。你现在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李凡，我没想到你这么绝情，我冯子轩又不是没有男人要，你不要我，有的是男人捧着我，我以后一定会让你后悔的。一个清甜的声音响起来，我抬头一看，是傅豆豆，她身后还跟着3个漂亮女生，应该是她的室友。我发誓这次真是巧合。豆豆学妹，是你啊，我可能搞忘了。我笑了笑，确实是没注意，最近事情太多，微信消息都堆成山了。没事的，李凡学长，你肯定是个大忙人，但是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回复我。学长要不要一起吃？傅豆豆晃了晃手机，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好啊，老板，给我们换个大点的桌子。我招了招手，服务员立马过来收拾桌子。刘川眼睛都看直了，连忙站起来让座，笑得一脸阴气。各位学妹，我叫刘川，你们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傅豆豆，我叫张婷，我叫黄文文，我叫万小慧。4个女生挨个报了名字，刘川笑得嘴都合不拢了，一个劲的给我使眼色，那意思像是在说你小子可以啊。我去，果然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不仅傅豆豆长得漂亮，她们整个寝室全都是美女啊。刘川在心里暗爽，一顿饭吃下来，他是忙前忙后，大献殷勤，各种奇奇怪怪的见识开始一顿胡吹，把几个小女生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刘川学长，没想到你懂得这么多，居然连6年前全国爆发的超自然事件都了解得一清二楚。张婷捧着下巴，一脸崇拜地看着他。那当然，6年前我表哥就觉醒了强大的异能，被特招到高武学院学习，每个月啥都不用干，就有20万的奖金。只可惜好景不长，空气中的灵气只活跃了2个月，就再次沉寂了下去。高武学院也只办了2个月，就关门大吉。刘川拍着胸脯吹牛，脸部红心不跳。刘川学长，你懂得好多啊，没想到连这种秘闻都知道。张婷眼睛都亮了。嘿嘿嘿，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。张婷学妹，要不咱们加个好友，改天我找你促膝长谈。其实我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优点。刘川掏出手机，一脸期待。哈哈哈哈！张婷笑着扫了他的2维码，刘川得意的朝我挑了挑眉，那意思像是在说看见没，哥的魅力就是这么大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吃完饭后，我想起上次傅豆豆加我微信，我还没送过礼物，正好空间里还有几只之前收的翡翠手镯，我掏出来递了过去。豆豆，很高兴能够认识你们，为了表示上次不回你消息的歉意，我给你们送个见面礼吧。来，每人一个，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。我把手镯挨个递给4个女生，傅豆豆笑着接了过来，张婷却撇了撇嘴，随手戴在了手上，语气有点不屑。这是玻璃种翡翠手镯吗？豆豆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玻璃种的正品翡翠手镯，估计价值超过100万，这应该是李凡在某宝上买的假货吧？感觉像是玻璃做的。确实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你不要就算了。我挑了挑眉，没跟他计较。谢谢你，李凡学长，你给的礼物我很喜欢。傅豆豆赶紧把手镯收进包里，对着我甜甜一笑。豆豆，这种地摊上的假货有什么好稀罕的？上次有个学长送你梵克雅宝手链，你都没有收，那手链我在网上查了，价值3万多块钱呢。张婷翻了个白眼，觉得傅豆豆太傻了。傅豆豆4人出了烧烤店，张婷非要拉着众人去珠宝店进行鉴定，她要向几人证明这几个手镯是假的。老板，你来看看这个手镯现在到底值多少钱？张婷把手镯往柜台上一放，一脸笃定。珠宝店老板拿起手镯，用放大镜看了半天，眼睛都直了，连连惊呼：我的乖乖，好东西啊！高冰玻璃种，品相如此完美，这种级别的翡翠已经达到了收藏级，以现在的市场回收价来看，应该值个200万左右啊！200万？老板你眼睛没花吧？这玩意值200万，这不是假的吗？张婷脸都白了，声音都在发抖。谁告诉你这是假的？我入行已经有10几年了，是真是假，一眼就能判断出来。老板瞥了他一眼，觉得他脑子有点问题。
那这个呢？黄文文赶紧把自己的手镯递了过去。这个也是玻璃种，虽然比上一个品相差一点，但也值120万左右。那这个呢？万小慧也赶紧把手镯递过去。这个手镯也是真的，你们哪里来的这么多极品翡翠啊？如果你们要是愿意卖给我，我愿意按照之前的价格再多加60万，怎么样？老板搓着手，一脸期待地看着他们。张婷站在原地，整个人都傻了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这李凡脑子是有病吗？第一次见面就送价值500万的手镯。黄文文咽了口唾沫，看向傅豆豆。豆豆，李凡到底什么身份背景啊？居然送咱们这么贵重的礼物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上次见他的时候，在他学校里面开着劳斯莱斯幻影，还是最新款的，价值1000多万呢。傅豆豆吐了吐舌头，他也没想到李凡送的礼物居然这么贵。豆豆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？那他送我的那只手镯肯定也是真的。哼哼哼，我的100多万啊，这得做多少兼职，上多少年的班才能赚到这100万啊？张婷悔得肠子都青了，刚才在烧烤店他还说那是假货，现在脸都被打肿了。我给李凡道个歉。张婷也赶紧说道，现在他可不敢再觉得李凡是个普通人了，出手就是几百万的礼物，这比楚晨那种富二代厉害多了。我和刘川正往停车场走，刘川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一脸我是过来人的表情。凡子不是哥说你啊，就是嘴太笨了。傅豆豆他们一寝室都是美女，你怎么就不会表现一下？像我这么帅，还表现什么？我挑了挑眉，有点好笑啊。我承认你有几分帅气，但是帅气能当饭吃吗？帅气对于泡妞而言，只有加成效果，没有决定性效果。你太高冷，总是等着妹子来追你，你这样往往会与美女失之交臂的。刘川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呵呵，那我总不能像你一样到处舔妹子吧？我笑着对了他一句，闭个胆！我舔一个妹子确实是舔狗，但我同时舔100个妹子，那我就是战狼。刘川说的理直气壮，我差点笑出声。你知道这3年我的手机里面加了多少个妹子吗？2000个，校内的、校外的、打游戏的，我随便哪天都能约到妹子出来玩，这就是我的底牌，没有什么技巧，就是人多。刘川正吹着呢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一连4条好友申请，都是傅豆豆的室友。现在的妹子都这么主动的吗？居然全部请求加你好友。刘川凑过来一看，眼睛都直了，随即又一脸严肃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明白了，凡子，你可别上当啊！怎么说？我有点好奇。你是不是以为他们主动添加你的好友是对你有意思？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这4个妹子全都是一个寝室，她们私底下的关系不用多说，而其中的傅豆豆明显对你更加亲近一些，所以这几个女人很有可能是傅豆豆专门派来试探你的。如果你把持不住，那么傅豆豆肯定会觉得你是个渣男，这明显就是个陷阱啊！他们说很喜欢我送的礼物，下次想要请我吃饭。我晃了晃手机，笑了笑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你啊，还是太年轻了。刘川摇了摇头，一副你早晚要吃亏的表情。晚上我回了家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平台上所有正在出租的房子全部下架，每个月的租金只有区区50万而已。为此每天都接到不少骚扰电话，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去末世捡块金砖赚得多。正收拾着，一个幸存者敲门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张传单，脸色有点凝重。李队长，您先看看这个传单。我接过传单，上面印着粗黑的大字：尊敬的各位幸存者，末世降临已有3个月，我们蓝星人类已消亡的只剩5%的幸存者，这是文明最后的火种。龙海基地现已修建成功，物资充足，秩序完善，且已经收容了上万人，更有500名以上的进化者在这里，你可免受丧尸与变异野兽的威胁。我龙海基地首领袁天意，5级进化者，现诚邀所有幸存者与进化者加入，共同守护人类未来。我嗤笑一声，什么物资充足？这破基地还能有我的物资多？而且咱们都是2级进化者，进入龙海基地后，没准也能混个1官半职。咱们跟李队长商议一下吧，如果李队长愿意投奔袁大帅，那咱们正好一起过去，也好一路上有个照应。我们又不是他的狗，难道想去投奔更大的基地，他也要管吗？两人说话的声音不小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，抬眼看向他们。怎么，你们对这个龙海基地很感兴趣吗？我话音落下，整个客厅都安静了下来。这段时间，整个幸存者队伍在我的金和物资提供下，几乎全员蜕变成了进化者。虽然绝大部分都只是1级，但整个队伍与之前的实力相比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刚才说话的那个男生被我看得心里发毛，硬着头皮站出来。队长，您虽然是空间系异能者，凭借异能优势提前抢占了一些物资，但是我们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。我觉得加入龙海基地对我们目前的团队来说无疑是更好的选择，而且咱们现在整个团队都是进化者，加入龙海基地肯定能获得一席之地。你要离开就自己离开，我不勉强，我对这个龙海基地不感兴趣。我摆了摆手，并不阻拦。那好，既然队长一意孤行，那我林龙辉请求脱离队伍，有人要跟我一起吗？林龙辉喊了一声，目光扫过众人。怎么，你们也想加入龙海基地吗？行吧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看来是有不少人动了加入龙海基地的想法。那这样，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愿意跟着林龙辉一起离开，跑去加入什么龙海基地的，就全部给我站出来，我绝不阻拦。我靠在椅子上，语气平静，看不出喜怒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没过多久，周小倩咬了咬嘴唇，也站到了林龙辉那边。周小倩，你是咱们团队最早的一批人，我自认不曾亏待过你，你确定要离开吗？我有点意外，看向他。对不起老大，如果没有您的帮助，也许我不会这么快成为2级进化者，但是我想去更大的基地，我的水系异能也许在大基地里面能得到更多的重用。周小倩低着头，
不敢看我的眼睛。整个团队就周小倩一个水系异能者，她走了洗菜做饭用水都困难，于是就有更多的人跟着周小倩一起站到了林龙辉一边。杨健，你不走吗？林龙辉看向站在原地没动的杨健，对不起啊，龙辉哥，李队长帮我突破了2级，借了我10几枚1级晶核，我欠团队的债务还没有还清，不能一走2只，再怎么样也得还清了债务再说。杨健摇了摇头，并没有动。那行吧，紫嫣，你真的不走吗？林龙辉看向穆紫嫣，李队长相信我们有一天会再次相见的，我不能抛下我的团队，希望你能理解，你的救命之恩只能下次再报答了。穆紫嫣也摇了摇头，站到了我这边。最终93人的队伍，居然有56人要离开，还剩下37人坚定地站在我这边。一群忘恩负义的东西。老大，做兄弟在心中，我红毛是不会背叛您的，这群混蛋以后肯定会后悔的。红毛气得跳脚，破口大骂：郭富贵，你怎么不走？我看向站在一旁没动的郭富贵，有点好奇。老大，你别逗我了，上位者的嘴脸我再清楚不过了。那袁大帅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破5级，8成是吸干了整个基地的资源，让所有人沦为他的供养者。即便这袁大帅有点良心，真的做到了庇护一方，人家作为军区大佬，你说他会相信自家的亲卫军，还是会相信那些外来的进化者？老郭我年纪大了，肯定不愿意冒这种风险。郭富贵笑呵呵地说道，看得比谁都通透，说得很不错。他们走了是他们的损失，现在剩下的都是自己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按照能力等级设置固定的资源分配，你们只管升级，我无限量供应生活物资。另外，我手里还有一批1级晶核，我会尽快让大家全员提升到2级进化者。随着我大手一挥，一大批物资开始凭空出现，香烟、啤酒、白酒、水果、牛排、猪蹄、羊肉，各种调味料、矿泉水应有尽有，堆得像小山一样。哇，竟然有火龙果跟香蕉，去他的龙海基地，老大我跟定你了。几个年轻的幸存者激动的大叫。龙海基地再牛逼，能在末世吃上新鲜水果。今天大家先养精蓄锐1天，全力冲刺升级，明天再开启狩猎模式。我笑着摆了摆手，众人立刻欢呼着冲上去抢物资。经过1天的消耗与疯狂进食，红毛、老鹰、孙玉涵全部突破了3级，其次是郭富贵突破了2级，万磁王能力已经出显峥嵘，而剩下的32人里，也有20人成功突破2级。李凡团队的实力迎来了一次大幅度提升，而另一边，林龙辉、穆紫嫣、周小倩等一行55人进化者团队，经过了长达60公里的奔袭，终于成功抵达龙海基地。真不愧是大基地啊，围墙这么高，幸存者也这么多。你们看那城墙上的士兵，一个个都是荷枪实弹，全副武装，给人一种满满的安全感。周小倩看着高耸的城墙，